这10年应该有好有坏。对我来说，很像在走下坡，就去了一个高山，然后但是登过了顶峰之后，就慢慢的往下，往下，再往下。现在感觉比较像刚坐完云霄飞车，有时候就是有好的地方，然后也有急速下滑的地方，然后又有起来的地方。现在就是可能进入了一个慢慢爬坡的阶段吧。有好有坏，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是好的。但是，怎么想？我觉得这10年不是一条轻松的路，但是是好的。好难回答的问题哦，都是有好有坏吧？我想应该是好丰富。生活从来没有好过，都是非常的艰难，但终究是为了未来吧，未来想过好，所以我相信未来会很好。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2015年那一年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跟管弦乐团合作，更是我可能一直以来的梦想吧。所以在那一年达成了这么多成就之后，其实我就不回顾这些了。就是在那一年之后，甚至是休团的时候，我就不再看东未了的任何影像，甚至音乐我也很少听。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想打算说，大概10年后再听好了。没想到就快要10年了，不止听还叫你录。Before that's long time ago， 他是贝斯手。让我深刻的是 Dan， 我写信给他的时候，他是跟我说，他其实觉得在这张专辑有念口白是让他觉得比较不舒服的。然后我就是那时候想说，糟了糟了，他在拒绝我了，怎么办？所以我后来就那天晚上我整个睡不着，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说，希望他可以帮忙。然后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有尽量简短，就是把我们这几年来的来龙去脉写出来给他知道。然后没有想到他很快就回我信，他说他不想要成为让我无法拥有这样子自己的专辑的一个人，所以他写这句话真的蛮感人的。后来我就看了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太棒了，他答应了。在春天的时候，就是还在开始筹备，我就已经开始写信给 Priscilla， 也是非常快，立刻回信给我，跟我说就是没问题，我可以帮你。这些人的再度回归，其实对我来说就是真的是一个考验友情的时候。对着上山去时，情爱学习放肆，不知道第几次命运被他坚持。就是过去是变成一个参考的，对，然后今天的我还是累积在过去的自己之上，每一天的我都是往上加的，对我来说那都是不一样的东西，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是成长。但这一次我觉得突然我们经历了下一个阶段，可能因为我们刚好也是复刻的结束，然后以及本来东这张专辑就是在写一些比较人生里面徒劳啊、荒谬的，甚至死亡气味很浓的一张专辑。然后对我来说，像刚心怡有讲说，其实我们会回头发现，我们要找回这些复刻当时去了各个城市觉得很不可能再找到的人，竟然每一个人都愿意再回来参与。然后我们既然一个都没有落下，但是我们唯一到了柏林，感觉最深的就是唯一落下的就是那些真的离开我们的人，是唯一没有回来这个计划的人。像当时的
导演啊，还有一些音乐上面的伙伴，其实都在这几年就慢慢的离去这样子。这一次来柏林的时候，这个感觉特别的强烈，就是我们好像进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是开始要一直面临这样的事情。然后有些离开是不得不，有些离开是割舍。但我相信我们可以越来越去无存菁吧。每个团员都有一定的程度去想要去理解复刻这专辑，不管是去伦敦也好，来柏林也好，我觉得大家都有想要去尝试的去把曾经的这些事情找回来。然后有些人用不同的方式表现，比如说像小薇就带小孩，而我自己其实是在走每一个景点的时候，就是在拍摄每一个画面的时候，这些画面其实之前我们都来过，但只是可能当时对柏林认识也不深，也是第一次来。那这一次回到一样的景点，然后我自己也很惊呼说一样的音乐，然后甚至一样的团队，然后但是我们却做一件可以让事情把它变得更好，这也是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幸福的。Not a long time too. 昨天见到那个 Matthias， 就是那个我们以前那个交响乐团的首席，然后他的眼神让我们超感动的，因为他就是会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交谈的瞬间，他不是要跟你说话，可是他就是你会突然发现他就默默的一直凝视着你，然后充满着他很感动，可以再看到你的那个眼神。我觉得这个是就像阿福说，就是不曾走过怎么懂的那种眼神，就是真的在他的眼神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跟发现他原来这样子曾经合作过的一个音乐家，其实默默在他心里也想念着我们。对啊，就是觉得蛮感动的。我觉得因为刚好这些事情都是在生命中的同一个时间点发生嘛，所以我一直在以前可能会觉得音乐是写在谱上的，然后但是你后来发现，就算是写在谱上的这些音符，每个人演奏出来还是不一样。然后我就在过程里面我在想，那到底对我而言什么是音乐？在做流行音乐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弹吉他，然后每个人用的语言也不一样。然后因为在复刻的过程里面，刚好也有机会做配乐，然后你就跟导演合作的时候，导演听音乐的角度和怎么去理解音乐又是不一样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刚好在复刻这些东西的过程里面，我对音乐的想象一直被打开，然后就觉得哇，这世界也太好玩了，就好想再去，希望时间更多啦，就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其实鼓不是一个 solo 乐器，鼓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辅助乐器，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角色是去衬托出那个氛围，或者是去建构出歌曲应该有的最基本的，我们可以说是 bone structure， 就是它的骨架、它的架构。最核心的那个东西呢，就在于你如何去提供一个平台，让其他的乐器有一个很安稳、安全的发展空间。那所以节奏这块部分就比较像是一个人的心跳。那如果心律不整的话，这个人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这几年，我对于这样子的演奏方式有一种更深刻的，算是值的体验，就是我慢慢的从一个大部分的观点着重在自己的表现上面，而转成了去作架，去帮别的乐器衬托出他们更好的亮点。但是我有简化，可能就只有一首歌，有一首还是2首歌，我有做一些简化。就那时候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想得这么复杂呢？能够就有做一点点的简化，然后同时我就也有发现过去有一些小瑕疵，譬如说过去可能有一些编辑的方式是有瑕疵的，所以就在这一次的时候就觉得一鼓作气把它做好，做更好，然后甚至是就是一次演奏到底结束。那种进步不是体力上或者是技术上面的，我觉得是一个心态上或者是看待事物的方式。譬如说，
譬如说以前可能会觉得我如果心里想这样唱，一定要到达那个音准，一定要到达那个音高，那个技术上一定要到达那样子的唱法。可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常常想要那样唱的时候，但我没有唱到那样的状态。可是突然有个意外产生，对以前的我来说，可能会觉得不行，这不够完美，或者是不行，这我唱错了。可是我现在会试着，我先听听看，但是一回放发现，其实蛮有感觉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进步的是包容那个不完美的那个心，反而让自己的音乐变得比较多样性。对我来说，那个唱腔是我以前可能不会，很多东西是不会尝试的，或者是很多东西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缺失。可是现在那些缺失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点缀。看见风吹来，听见云散开，遇见你的爱。因为其实如果我再重复录，也是可以录到以前的，就是10之8九的样子。可是后来会觉得，我反而保留了一些现在的状态，对我来说，那个才是我曾经在相信里面写过的不完美的完美。以前所唱不出来的故事，跟以前所没有办法反映到的现在的状态，所以其实蛮多。如果大家有听出来差别的话，其实就会发现我保留了蛮多现在的这个年纪、这个状态才有办法唱出来的声音跟样子，还有愿意去包容在音乐里面的这个比较宽广的心，我觉得。我其实是后来我一直觉得弹音乐，尤其是吉他来讲，它其实需要我自己是需要很多画面的。然后当初你在录一首新歌的时候，其实你的画面是靠想象。然后但是因为副歌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在录歌曲的时候去想象，你可能在某一场曾经因为弹着这首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观众的反应。需要多完美，你不需要多绝对。所以在这一次复刻里面，我觉得这个吉他它更有生命力以及它的故事在里面。因为大部分我不太能够跟大家一起录音嘛，对，我一定要听到所有的乐器、所有的编曲之后，我才有办法。Vocal 是一个很需要去在编曲里面见缝插针调整的一项乐器。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可能写完歌本来想这样唱，可是听到编曲之后，我的相对应的那个角色的或者是一些对应位置的转换，反而是我跟编曲之间的创作的对话。对我来说，那个还蛮重要的，所以最后我大部分都会留到最后。那上一次录东未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版本是大家同步嘛，我觉得那个东西至今还是蛮不可思议的。然后这一次这个同步的部分，我们就交给阿孔在 CD2 完成。以前的 CD2 比较像是就是专辑做完之后，然后才突然想到说，可以用这些素材再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这次是不是就是让这个曲目更完整一点？所以除了原本的钢琴协奏曲第1号《冬之颂》之外，因为我当时在修团前也完成了第2号钢琴协奏曲《哼唱光年》。《哼唱光年》是更像是苏打绿延伸出来的一个完整的作品嘛，然后它是用苏打绿的各种旋律集结完成的一首古典编制跟古典形式的一个创作，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放在 CD2 的后半。它既然是一个演奏的一个形式，所以我希望让它变成比较完整的一个更接近于古典专辑，所以我就直接把2首协奏曲放进去。那其实听起来已经是非常疯狂的一件事了啊！但是这一次我就把它全部变成，也是跟古典乐团一样现场，对，有点类似 one take 的那种古典乐的录音方式，然后跟就是50-60个音乐家一起演奏2首管弦乐的作品，于是我就陷入了练琴练不完的状态当中。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挑战，我觉得就很像是延续我曾经沉浸的那个状态当中，所以在这次来柏林，我觉得也就并不会觉得说某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或者是已经
结束了，而是觉得我现在就是把当时曾经有投注过的那个心力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当自己设下这个挑战之后，我就是要把它完成，再次的完成跟管弦乐团演奏的这个梦想跟一个计划这样。东未了是准备最久，然后当然录音的过程也是有跨年份，没错。然后但是这一次就是要全部都在1年之内解决所有的事情，真的是很挑战。其实，在东专复刻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复刻的所有里面最早开始做的，所以那时候还甚至于没有在做第一张复刻，所以那时候做东专的时候的逻辑是从上一次15年的时候的 live 的逻辑来做这张复刻，所以我就是呈现我在15年 live 的时候演出的那个吉他。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察觉，心疼你不懂告别，让过往不断上演，记得伤口倔强的盘旋。当初在录这些歌的时候，是写给一些特定的对象，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安慰的朋友，写下这些歌词，写下这些旋律。可是没有想到，在复刻、在重制的时候，好像每一首歌都突然可以拿来安慰自己，就是这种感觉还蛮奇妙的。而且，就是复刻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有这些额外的发现。我觉得对于歌词上的理解，其实因为不管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然后对于歌词上理解以及对于歌曲的诠释，反而会有我觉得更认识了这些歌曲，更应验了某些事情应该是这样讲，更应验了某些歌词可能提到的东西。如果说这几年我透过我们过去经历的那一些苦难也好，或者是挫折也好，我学到什么，就是即便是在那样子的困难或挫折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得到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你才会有一种过了这一关的感觉。有一天晚上，我们下工之前知道我们的饭店淹水了，然后我们的饭店淹水淹到电梯也没办法用，然后也有可能停电停水，然后我们全部的人都是全妆，都上了发，然后就想说完蛋了，那我们要怎么洗澡啊？对，但是就是与其在那边焦头烂额的时候，我突然间就跟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分享说，你知道吗？上一次我们来，在同样的地方，我们遇到的是大罢工，就是劳工游行的大罢工。然后我说这都是一些很特别的经验。前几天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一趟旅行的这一趟行程的时候，我就回头翻了一些过去2015年的时候的一些沟通的信件，然后翻，发现天哪，这几年下来，柏林的物价真的是涨太多了吧？就是好实际的考量，哇塞！对，这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实际的考量。我开在路上，然后我还转过去问阿纯说，这咖啡的价钱不太对吧？就是我们以前2015年来的时候，其实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很大的改变，当然不只反映在物价上，但是反映在路上也是会看得出来。然后，但是就是也是等于柏林跟着我们一起成长。那我们复刻要涨价吗？不错哦。现在不预购就全面调涨。欣怡刚刚讲的柏林的物价，我觉得还是蛮便宜的，因为我最近有去药妆店疯狂采购，觉得药妆店真的很好买。等下看你跟我们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15年的时候我是没有药妆店有什么推荐品？还蛮多的，我有 list 的。德国代言人哦，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小时候大家在伦敦是买一些什么乐器、效果器、吉他，然后来伦敦是可以喝咖啡。回国买药妆，很生活，很生活。昨天我们在跟 Ben 吃饭的时候，我觉得他就面临了2个，就是他没有遇过的2个状况，就是他一直问我
未来的事情，就说你知道你明天要干嘛？你下一个你这个是计划什么？然后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因为我完全都不会把任何计划跟 schedule 放在心上的，所以我都不知道我甚至连哪天回台湾我都不记得怎么，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开始问完我未来的事情之后，就问了小薇一堆过去的事情，然后全部每个都是I don't remember， 然后问我就说I don't know what？ 哇，你没过来，那边是一个黑洞哎，我们那边是一个黑洞，他如果反着问就没有问题。对哦，他应该要反着问的，没错。秋风推开紧闭的门扉，借钱秋水梦浪闭上。我觉得这次复刻发行跟着20年一刻的巡演演唱会一起走，真的是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其实，在演唱会也是在做一个春夏秋冬的转换，然后跟着这个20年这个一个里程碑，然后一起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只能用我目前最近人生最爱的一句歌词来做结尾呢？他每次都讲不一样的。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这个有出现过，这有出现过。就是写薛西弗斯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专辑这10颗大石头，我们需要再推一次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年纪要推这10颗大石头，实在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最近最像在自己是薛西弗斯的一件事情就是巡回。我每唱一场，我都觉得自己在推一颗大石头，好不容易唱完了，明天还有一场啊，的这种感觉。但这种当然不是说其实跟外在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真的是自己跟自己的战争，就是在这个年纪的各种身体条件跟声音状况，每天要承受，因为怕担心声音不好，担心对不起观众的这个情绪压力下，然后的这颗大石头，就是我每天要面对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应该是我最近最像薛西弗斯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我希望可以自己像那个《未了》里面写的一样，去享受这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原来今天痛苦的路径是这样，然后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景。这是我最近在尝试的，在这个场复一场的巡回当中在尝试的事情。我觉得巡回对我来说比复刻10张专辑痛苦。譬如说今天在台上，我知道我今天的声音状况没有那么好。那我觉得现在因为唱多了，或者是演出的经验多了，我知道我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式去做到让大家听起来是一样的状态，只有我自己内心知道很累，对啊，所以其实每一次演出完最孤单的时刻，就是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唱得非常的痛苦，或者是自己是花了多少的力气才做到让大家听起来觉得不会啊，你唱得很好啊。可是对我来说，那一点都不好，所以常常这个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的这个内心的衰竭，是一个我常常演出最寂寞的部分吧。游戏的念头在楼顶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以这个年纪来做当时要做的事情，确实是蛮吃力的。不过也同样的，因为有更多的经验了，所以在技术或者是呈现上面会有更多自己的想法，这是也是很好的机会。那你的肩膀呢？肩膀其实就是巡演，我觉得年纪最大的感受应该就是除了体力之外，可能就是职业的伤害吧，就是像这次巡演告一段落之后，我就开始密集的治疗过程这样子。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会这样想，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说，就可能就像清风他觉得他要对得起观众，我也觉得我要对得起我自己的演出的部分。所以当我的身体没有办法负担那种高强度的演出的时候，当他的水准往下掉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给我自己
蛮大的压力，或者说希望我可以想办法恢复到那个状态。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回到那个状态，就要花更多的体力、更多的时间。其实我是想说，是小魏写的歌《乌鸦嘴》，因为当时我们修团回来的第一首歌就唱这条路好漫长，结果就真的很漫长。真的，但 tomorrow be fine，yeah，tomorrow be fine。当然还是苏打绿啊，我们一直都是就是这样，这什么问题？是吧？不然嘞？我觉得苏打绿不止还是苏打绿，可能还有2.0，可能还有苏打绿 Junior，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小孩了，所以它可能会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企业吧。这是什么玄学的问题？薛丁格的苏打绿一直都是薛丁格的苏打绿。我觉得反正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会是，不管怎么样状态的苏打绿都是苏打绿吧。苏打绿，我觉得苏打绿除了我们6个人之外，一定还是苏打绿。但是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跟我们一起构成苏打绿这个元素的很多人。那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复刻专辑找了很多人一起回来完成这个苏打绿现在的面貌。大家好，我们是。